大家好，在之前有关介绍电瓶的影片里面，我曾经跟各位聊到说，我比较偏好于使用可保养电瓶，就是它的加水孔可以自由拆卸的那一种，不管摩托车跟汽车也都一样。但是以目前市面上来说，多半可保养式电瓶它的外壳都比较偏向于像这样，它会有一个那个电解液面的观察窗，也就是说它的外壳多半都是透明的。但是以摩托车来讲，像以一般速克达车来讲，他们配的电瓶虽然是可保养式，但是它的外壳是整个黑色的，你没办法去观察它的电解液的液面高度。那由于这两天寒流，在这边顺便一提，就是如果各位朋友你们的车在这两波寒流里面有出现发动不良，就是很难发动，或者你有感觉到你的启动马达速度变慢的话，那个都是一个警讯哦，那个多半都代表你的电瓶状况已经很差了。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看要不要把它换掉，因为在锂电瓶那一片里面，我有聊到说，以蓄电装置，就是电瓶电池那一类，它在低温下都会造成它的储放电效果不佳，所以多半来说，以正常的电瓶来讲，除非是真的极度低温，才会去影响到它的储放电效果。那如果只是一般的寒流，像其实台湾的寒流都不会很冷啊。那如果在台湾这种一般寒流下，你车上的电瓶会出现发动不好发，或者很明显的启动马达速度变慢的话，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思考是不是该换一颗电瓶了。要不然，一般来说，电瓶这种东西，如果正常使用状况下，它不太会呈现于慢慢的没电，它也是会呈现于一个好像跳崖式的没电，就是可能你今天发很好，隔天就没电。那这个就是先摒除掉机械故障或电路上的问题，单纯就是以电瓶来讲。那今天就也是借这个机会，我整理我另外一颗备用电瓶，因为这种可保养式电瓶基本上来说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可以保养嘛。然后它所谓的保养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添加电解液。那以汽车来讲，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摩托车电瓶，它上面都会是一个有点类似塑胶螺丝、塑胶栓子那个用手转。但是像这种一体式的话，它上面是这种盖子。这种盖子本来是盖这样子，盖在上面，然后你就拿一把一支的螺丝起子，小支的就好。它每个孔中间有一层，你就去找它的这边，轻轻的戳下去，然后稍微撬一个缝，撬一个缝以后，顺势把一支螺丝刀塞进去，然后慢慢撬开。这边撬开一点以后，这边就会跟着有缝，然后再撬开，不要太大力哦，要不然这个很容易会被拉坏、拉变形，甚至可能拉断。然后慢慢撬，都撬到一定的高度以后，一拿就起来了。然后以我的经验啦，我们先以可保养式电瓶来讲好了。我的经验是，一般来说，一颗电瓶，这个忘了在之前哪一篇我有聊到，没关系，今天再聊一遍。一般这种可保养式电瓶，多半
它可以经历2到3次的补充液面，就是在我们正常使用状况下，它液面减少以后，会造成它的储电效果不佳。我们可以再透过补充电解液，把它补充回正常的高度以后，再进行充电，它多半都能恢复8-9成的蓄电量。然后这个循环可以经历2到3次，一颗电瓶才比较属于真正的寿终正寝，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到了。那像这种电瓶，一般来说，这边我不知道你们在有没有看到，它这边凹得很严重。因为这颗我拿回来的时候，我有发现它是缺液，它就是电解液少很多。多半来说，电瓶单纯以外观来说的话，它如果整个鼓起来，你只要发现电瓶是鼓起来的，它多半就是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。这种电瓶就不要，尽量不要再使用。然后像这种凹下去的，多半就是因为缺液。缺电解液，然后它里面因为厨房电是一种化学反应嘛，然后它就是平常盖子盖的时候，它如果里面温度升高，蒸馏水，因为其实电解液就是蒸馏水跟一些稀硫酸组合而成，在它反应的过程中，蒸馏水会蒸发掉。那其实说实在话，在补充电解液方面，有2种说法，一种就是你只要添加蒸馏水就好，因为化学反应下水会蒸发掉，然后它会留下稀硫酸，所以就变成它的比重失衡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补充蒸馏水下去或纯水，就可以恢复它正常的比重。那另外一派说法就是一定要去添加稀硫酸，就是你一定要有比重计下去量啊。这是2派说法，但是像我的话，其实各有各的说法啦。因为我是比较偏向于说，可能稀硫酸它的比重比较重，所以它蒸发的几率不高，比较不高。然后蒸发的都是水汽比较多，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添加纯水，有时候我会添加这种就是补充液，就是它有一点稀硫酸在里面的成分。那像这种没有检视窗的电瓶，我们该怎么补充呢？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你把盖子撬开以后，你先稍微摇晃，看里面那个要在有阳光的地方，看里面那个电解液，它有没有淹过里面白色的。其实那个有人说是海绵啊，但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材质，就是它会吸附电解液。你就先去摇晃，看那个电解液有没有淹过那个白色的海绵。我们先假设海绵好了，有没有淹过白色的海绵？如果没有，就先把它补充到淹过海绵，然后先放置一段时间，摇晃一下，让海绵均匀的把电解液吸收下去以后，我们再次检查，再摇晃，先大致的每个都补充到淹过那个海绵。这边顺便一提，如果你观察到你的海绵是灰色或者是黑色，那个也就代表那一块电极板状况不好了，那个可能用没几次，可能也就差不多了。这也是顺便检查的方向之一。然后，当我们都先补充到
电解液的液面都淹过里面的那个海绵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去测量它的液面高度，因为其实说实在话，你只要液面高度有淹过海绵就好了。但是你可能会不小心加太多，电解液不能加多，是因为我们在骑车、开车的时候它会充电，充电的时候，里面的极板会产生反应，让里面的电解液有点类似沸腾，就是它会有泡泡。但是如果你液面过高的话，它可能会溢出来，然后溢出来的电解液，大家都知道电瓶水会腐蚀金属、腐蚀车漆，然后诸如此类的。所以当我们添加完电解液，确定液面都有淹过那个海绵的高度的时候，最后的步骤就是我们要检查这个液面的高度。方法就是找一个水平的地方，尽量水平，然后光线充足。你譬如说阳光从这边过来，我们就放这样子。阳光从这边过来嘛，那我们就稍微倾斜，倾斜到你可以观察到多数的液面，因为水会反光嘛，然后在适当的角度下，那个液面会开始反光，你就去观察。在倾斜的过程中，先去观察哪一个液面，你先看到哪一个液面，那个如果只有单独一个液面出现的话，可能就是那个液面过高，或其他的孔位液面过低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先看到液面的水倒掉嘛，那我们就依次的慢慢添加其他的孔位，让它所有液面在可以看到液面反光的角度下，每个液面的高度的反光面都大致相同的时候，就代表它的液面高度是一个平均值了。像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出来。像我现在这个角度，然后你看，像我现在这个液面，我又全部被吸下去了。像我现在观看，可能这个角度手机拍不太出来。我现在看还是有几个液面偏低啦。像我现在摇晃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这3个孔的液面大致是一样高，因为我在摇晃它的液面反光都是一样，然后这3个孔液面反光甚至没反光，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再添加一点电瓶补充液或者蒸馏水纯水。就一次加一点，一次加一点，这样才不会造成
某一个意面过高，然后我们其他的孔位为了配合那个意面比较高的，造成每个意面都过高。然后就是补充完以后，稍微放置一下，摇晃一下，让海绵整个可以把意面完全的吸收吸饱以后，它才能确保每个基板的意面湿润度，它才能进行化学反应。然后像我现在这样看的话，真的手机拍不太出来，不好意思。那现在这样看的话，我是6个。我现在这样看，6个意面的孔位高，水面意面高度是已经都差不多了。然后，我应该就是这样就好了，因为太多会满出来，然后满出来一定是对车子不好，不管汽车、摩托车都一样。就算是苏格达它本身的骨架也是金属，然后它流到金属就会生锈腐蚀，这对车子都不是很好。所以，像这种没有办法观察意面高度的可保养电瓶，就是最低底线，就是让意面全部呢都能够淹过那个海绵，最低底线，然后尽量不要过高，因为过高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然后像我刚刚讲，确保淹过意面，这也就是确保它电瓶可以正常工作。只是可能如果你只有淹过意面而没有到达正常高度的时候，可能过一阵子你还要再做一次进行添加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比较麻烦一点而已，但是对车辆没有任何坏处。好啦，这个是很简单的可保养式电瓶添加意面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